见陛下，山呼万岁！山呼万岁！再山呼万岁！请诸卿平身。陛下，先帝临终托孤，可见对于老王爷，那是全心的信任。当然是信任，但更多的还是想要保护吧。保护？父王对朝中政务其实知之不多，先帝并非真的想让他辅政，而只是以进为退，要给父王一个托孤老臣、不可轻动的身份而已。难道老王爷这样的身份还不够吗？父王年迈功高，就因为朝中没有了大哥，竟然连先帝都开始觉得不安了。不安什么？是得做一些准备，找时间回趟京城了。刚巡查完甘南，又去了宁州和飞山，你这马不停蹄的轮番跟各营主将会面，真当自己是铁打的不成？往返京城一趟至少4个月，若不安排妥当，怎么放心？道理我都懂，可北境不是一直都很安静吗？你不觉得已经安静的不太正常了？有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被忽视。现在不仅是其他各营需要小心，咱们甘州营应该睁大眼睛的地方也不少呢。我倒是没有你那么敏锐，不过只要你告诉我应该留意些什么，我肯定能做到没有疏漏。怎么，你不跟我回金陵吗？金陵于你而言，尚有老父在家，对我来说，已经什么都没了。有时候夜里梦见他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在怀念些什么。说实话，你能吃下军中这份苦，倒是让好些人对你刮目相看。不过缘起，你已经不需要向自己，或是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了。无论你这次跟不跟我回去，我都希望你好好想一想。好，金陵旧府，塞外边城，究竟哪个才是我真正的归处？我确实应该好好想想了。叔父，安如，太后这么急着叫我来，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？安儿没有问过，也不知道。不问也好。安如啊，在我们荀氏一族中，太后一向最喜欢你。这次召你进宫小住，已经事先教过你一些规矩吧？是，叔父。叔父对你是放心的，只是今后要记住，一切要以太后为先。谢叔父教导，安儿自当遵从。
老王爷，老王爷，老王爷，北境驿报。是不是二公子要回来了？什么？是不是二公子要回来了？新君登基，他确实应该抽时间回来，给陛下请安。陛下今日来请安，高高兴兴地说，长陵府的萧平京不日就要回京了。难道兄长不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兵部收讯后早已转报内阁。你不是跟哀家说，萧平章一死，长陵府就倒了一半吗？现在还不趁势而为，难不成要等着萧平京羽翼长起来？本来我是有几个想法的，可以逐步的削减长林王府的声势。只是先帝临终之前下了一道遗命，让事情复杂起来，好些原定的安排就不合适了。萧庭生以前很少介入内政，兄长可是10多年的内阁首辅，这朝政的事儿，难道还斗不过一个长陵王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娘娘。按照老王爷的身份，要想动他，总得以陛下的名义下到圣旨吧。可是我大梁国以仁孝为先，这才几天呢，就煽动先帝托孤的老臣。娘娘想一想，陛下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娘娘，你下山之后，到底要去哪里？要去多久？全都说不清楚。这让我怎么放心啊？不瞒姐姐说，灵犀自小便有神农之志，想要遍走各国，尝尽百草，汇编一部详尽实用的药典。我知道这是一件即便花费一生也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既然做不到安守内宅，以夫为天，那又何必去负累他人呢？我知道妹妹是一个有心胸、有志向的人，原本应该是平京这样潇洒随意的人最适合你。可惜世事变迁，你们二人一寸心结。现在长陵王府的重担又压在他身上，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得失已定，不必强求。灵犀尚有一家之责要尽，此去难言归期，还望姐姐多多保重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姐姐留步吧。
这平京以前啊，也时常整年的不回家，从来就没看过你这副德行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这1年多不太一样，好像比往年要长了许多似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人家是怀化将军，要先去兵部报到，恐怕掌灯时分才能回府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平京啊，起来吧。你我若是一见面就这么伤心，那也不是你大哥平常愿意看到的。你不就是想要独处，才到这儿来的吗？还怕什么呢？下面的人是你的心腹吧？我在边境打拼了1年多，怎么也能收到几个忠心自己的部下。不过有数人跟从，小侯爷不会就已经满足了吧？1年多没见，父王，你头发都白了。是吗？你从小就这样，一遇到心里承受不了的事情，就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如何啊？躲了1年多，想清楚了没有啊？孩儿就是觉得自己心里明明知道是在迁怒，却一直无法面对林夕。一计推之，想必父王和大嫂也不想再多看见我。个傻孩子，这一下我是替你大哥打的。去吧。
看得出来，上次分别之后，你倒还没有偷懒。有些人生来命好，生来有父兄拼死为他铺路。像我这样，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的人，哪还有偷懒的余地？话说回来，你觉得萧平京仅仅是命好吗？你能到边城军营之中历练，是一个很不错的决定。但是自古名将，除了要有时运之外，天赋是不可少的。难道1年多的时间还不够你想清楚自己和萧平京之间的差距吗？陛下初登大位，身边再怎么有人陪着，这心中必定有些恐慌。你明日进宫的时候，尽量陪他多坐一会儿，啊。是。孩儿这次从甘州回来，还特意给陛下带了点小东西。陛下打小就和你亲近，这原本不是什么坏事。可现如今已经不是当年了，如今你跟他是君臣之分，接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寸，啊！大哥之前就教训过，孩儿明白。哎，说说北境的情况吧。孩儿这知道父王要问，所以从甘州回来之前，我把北境的防务又重新梳理了一遍。父王稍等。表舅说的不错，我确实没有萧平京那样的天赋。也许上天早就注定了，我生来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。这些年所谓的不甘平庸，都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。不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你比长陵二公子强的地方多了，何必拿自己的短处比别人所长啊？北境你能拿到的东西，这1年多已经拿到手了。边塞军营绝没有你想要的前程，找个机会回金陵吧。表舅劝我回京，是真的关心我的前程，还是在金陵城有什么事要利用我办？你当年问我东海打算如何得利，我说你根本没有资格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你仍然没有，只不过比当初略有实力，可以起步。京城新军登基，遍地都是机会，难道你还想一直窝在边城，成为怀化将军麾下的一员吗？金陵城我迟早要回，只是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回去。萧平京临走时说，北境的动静不太正常。您刚刚也说过，他是天生的奇才。既然他都有此预判，那肯定不会出错。边关的波澜越大，我的机会就越多。在没看清楚真正事态之前，我暂时不会走。好吧，那咱们再看看。再看看？难不成你也想留在这儿？北京的境况就是这样。父王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哎，坐。是。我大梁国丧，大小也算是个机会。北燕就不说了，自顾不暇。可这大禹这么安静，一次试探都没有，倒让我觉得有点奇怪。确实有异常，孩儿也尽力去打听了背后的原因。最主要的，大概就是因为正在内斗。内斗？
1年多前，大禹想独立重现3月弯道，未能实现。虽然撤军及时，只折损了3万人马，但主帅阮英还是因此被夺职副县。孩儿从赣州回来的时候，刚刚得到一个还未证实的消息：大禹康王麒麟说，已经拿下了黄守军主帅一职。康王麒麟术，对，明白了。既然是他，那你这次回京城就不能逗留太久了，是吗？麒麟说性情本就好战，主帅上任又要立威，快则半年，迟则1年多，北京必有异变。孩儿就是想趁着狼爷未起，再回来看看父王。陛下，微臣刚刚禀告的，就是今日内阁所议的事宜，相关书文也已拟本上报，只等陛下恩准，用印下发即可。好，启禀陛下，怀化将军萧平京进宫请安，现在殿外候旨。舅舅辛苦了，内阁有决议，朕自会尽快用印。召怀化将军入殿。召怀化将军入殿。是。那微臣就告退了。陛下，臣怀化将军萧平京拜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平京哥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陛下也是天下之主，恐怕不能再这么称呼了。现在天天有人唠叨我天子之仪、天子之威，我都闷死了，连你也来教训我。豫园春色正好，倒不如臣陪陛下出去走走。正合我意。陛下，走走走。陛下，首辅大人。哦，齐大人，来。首辅大人看起来忧思重重，不知近来有何烦恼？那倒没有，只是今日进宫请安，看见了怀化将军，不由得想起了一件旧事。旧事？当年萧平章执武敬爷的玉牌调动羽林营的事情。说实话，首辅大人能在京畿周边调出重兵，不少朝臣当时都吓了一跳啊。可是先帝爷不放在心上。时过境迁，想必而今也没有人在意，更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了。那首辅大人的意思是，新君已立，是不是应该重建皇家羽林营啊？陛下年岁渐长，臂力也有增长，这个成绩可不算多好。那你以后在皇宫天天教朕骑射，不就得了？臣若是留在宫里，那谁为陛下镇守北境呢？
叫其他的人去不好吗？当然可以，但决定让谁去，这个人能不能做好，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了。陛下在龙位之上最重要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怎么选人，怎么用人。你明日还进宫吗？陛下若是想要召见，臣随时可以进宫。平静。荀大哥，这才1年不见，好像有些认不出你了。荀大哥倒是没怎么变。这次回来待多久？先去祭拜先帝陵寝，之后父王还有许多长陵军务要交代给我，算来没有1、2个月，根本忙不完。一礼国丧期间不得兴兵，边境只需安防即可。长陵各营自有主将，就算甘州你也有副手，干嘛这么着急要走啊？父王是长陵主帅，我自当听从调动。荀大哥应该还在当值，不便多聊，咱们改日再相约叙旧。兄长为何突然想重新设立帝都的羽林营？老臣只是觉得，如果为陛下的长远打算，首先就要清除长林王府在金陵一带的影响，重新组建一支完全听命于御前的新编羽林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既然如此，晚动就不如早动。你这个计划能行吗？新君登基，自行再立羽林，这是常有的先例。但是，是先例，不是惯例。撤出旧营，招募新军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陛下年少，长林王奉旨辅佐，我想，他是不会轻易点头的。难道哀家的皇儿想要设立御前的羽林营，还得他长陵王同意不成？娘娘，如果仅仅是在嘴上说句痛快的话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陛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我又何必在此焦虑呢？娘娘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想办法，让陛下在长林王面前亲自开口才好。昨晚梦见先帝，问我皇儿这些时日掌理江山都做了些什么。哀家素来不问前朝政事，一时竟答不上来，让先帝失望了。孩儿也时常思念先帝，我有梦见，倒也没问过这些。那你跟母后说说吧，下次先帝问起，也好回禀。日常政务都是内阁商拟决议，呈报给孩儿，同时抄送长林府一份。若无疑义，孩儿便诏命符节令用印。就没有哪件事情是皇儿自己圣裁的吗？朝堂之上皆为国家大事，现在孩儿还要多听多想，好生学着才是。皇儿，你虽未完全亲政，可有些事情也是臣下们不能插手的。比如说，皇家的羽林营，那就是直属御前，只听圣旨谕令，其他一概不接的。说到这个，皇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重建自己的帝都羽林啊？母后说什么？
父，明日你去祭拜先帝，为父我有样东西交给你，你带去在先帝灵前禀告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这等着。是。为父原本答应过先帝，上次去北境，算是最后一次。自打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这心里更觉得人世无常，不能再等了。父，父，长林军令重于泰山，孩儿此刻还承受不起。4年前，你大哥平章受封长林副帅，为父亲手把这个军令传给他，在他执掌期间，我长林军威未见丝毫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但凡平章身上的重担，你全都要接过去。怎么了？不敢接了？平静啊！抬头看着我。此军令传给你，是因为我和你大哥都认为你身上的天赋和心智足以担当。你不相信你自己吗？孩儿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父兄所托。平静，日后你以此牌令号令男儿，纵然是刀山火海，我长林子弟必会追随。但同时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身为掌令之人，权高必然责重。你日后下的每一道军令，都要无愧于自己肩上的重担，无愧于边境将士和我大梁百姓对我长林府的信任。父王教诲，孩儿谨记。皇家雨林，陛下怎么想起问这件事情？前些时日母后问起，朕觉得有些疑惑，不知先朝旧例到底怎么说的。自太祖开国以来，除了献文、显光、昭平3朝以外，皆设有皇家羽林营，与禁军分立，直属御前。但是每位新君登基之后，做法不同，有因循旧制的，有重建新军的，有干脆只是改了一个番号的，也有彻底换防重编的。当然，这些全凭圣心独断，
没有一定的规矩。原来如此。母后问起朕，朕还以为是即位之后必须要做的事呢。太后娘娘问起这些，恐怕是因为武敬爷和先帝在登基之后皆有动作吧。哦，刚才老臣说过，昭平朝没有皇家御林营，武敬爷即位后立即裁掉了京城周围的屯田军，重建了皇家雨林。先帝即位之后呢，又把南安雨林分立为蔚山和翠峰两营，就这样延续下来了。这个事情本来内阁是应该奏本陛下询问圣意的，可是老臣以为长林老王爷是不会同意的，我又何必多此一言呢？皇伯父为什么不同意？陛下，新朝新代是应该有新气象的，只是长林老王爷他太老了，不见得喜欢这个新字。另外，他已经习惯了蔚山、翠峰两营，这样他调动起来也方便。他不愿意改动，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皇伯父什么时候调度过羽林营？这些不会是荀卿自己臆测的吧？是，老臣胡乱臆测，请陛下恕罪。皇伯父这些时日告病，不好惊扰。等他下次来上朝，朕问问便是。臣遵旨。老王爷，二公子回来快1个月了，您的病情完全不告诉他，连李老堂主来给您诊脉都改到夜间偷偷摸摸的，这恐怕有些不妥吧？唉，常年征战，老毛病了，不要紧，是吧，李兄？哎，袁叔，你听着，平津出长长林军令，诸事繁忙，过几天就要走了，你休得多言，让他无端猜测。是。累了，李兄，多谢了。袁叔。铁甲罗裙银枪盘，白首如霜。灼灼堂弟，亘古自在华章。宇宙疯狂，何方？林间月明看层峦叠嶂。汉教军鼓掌，引千骑卷平冈。烈酒当饮尽沙。男儿归来斩
何时不勇往？千层雨，凭雪浪，谁也都说兴亡。换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。论豪气，何曾远悲凉？清平世间香。愿天下从此烽烟。